话说太原城内有一位姓王的书生，一日清晨，他踏着晨路急匆匆赶路，不料途中偶遇一妙龄女子，怀抱包裹，步履维艰，姿容俏丽，楚楚动人，似有难言之隐。王生心生怜悯，屈步向前，见其容颜秀丽，更添几分关怀，便开口询问：姑娘，为何孤身一人，于这薄雾晨光中疾行？那女子轻叹一声，言道：君乃过客，解不了我心中愁苦，问又有何意？王生愈发好奇，再三追问，女子终是开口，道出自己身世之悲。父母贪财，将其卖作富家偏房，奈何正是悍妒，日日遭受欺凌，无奈之下，只得逃离火坑，欲寻一方净土。王生闻此，怜香惜玉之情油然而生，遂提议道：寒舍不远，姑娘若不嫌弃，权且安身如何？女子感恩戴德，随之而去。王生引女子至家中书房，女子见四下无人，便问：君家何以如此清冷？王生笑道：此乃我平日读书之地。女子闻言说：这地方很好，你若怜我，想救我，此事须保密，别让人知晓。王生一口应承，两人遂共度良宵。女子便匿于书房，多日未被人察觉。及后王生偶将此事透露给妻子陈氏，不料陈氏疑心女子身份，劝其打发走，王生却不以为然。某日，王生于市集偶遇一道士，那道士一见王生，面容惊变，即问：君可曾遇何怪异之事？王生茫然摇头，道士言其身有邪气缠绕。王生辩解，道士无奈离去。叹曰：愚者不觉死期已尽。王生闻言，心生疑惑，难道说的是那女子？但转念又想，那女子明明娇艳可人，怎可能是妖？必是道士欲借此行骗。不料及至夜深，王生至书房门外，门紧闭，心中生疑，翻墙而入，透过窗缝窥视，惊见一青面獠牙之恶鬼，正以彩笔于人皮上描绘。完事后，披人皮化为女子。王生大惊失色，仓皇逃离，四处寻道士求助。最终，王生于野外复遇道士，跪地求救。道士道：贫道虽能驱邪，却也怜悯万物，此妖孽虽恶，却也煞费苦心，好不容易觅得替身，贫道实不忍心伤其根本。言罢，袖中取出一把拂尘，其上银丝缠绕，光泽熠熠，递与王生，道：此宝物可暂且镇住那孽畜，你且将它悬挂于寝室门楣之上，或可保得一夜安宁。并约次日在清帝庙相会。王生回到家，不敢进书房，就与妻子同睡，把拂尘挂到门上。夜半时分，门外传来响动，王生惧而未敢视，让妻子从门缝窥视，只见一女子见拂尘而退，咬牙切齿，愤恨离去。不多时，女子复返，怒骂道士，毁去拂尘，破门而入，直奔王生床前，剖其腹，取心而去。王生血溅当场，
命丧黄泉。陈氏见状惊恐万分，悲痛欲绝，泪如雨下，却也束手无策。这正是人间情爱多迷离，妖邪幻化难提防。一番孽缘终成空，徒留世间悲与伤。话说第二日，曙光初破之时，姐姐吩咐小弟二郎赶往道士的居所，将情况告知道士。道士闻得此变，脸色骤变，怒不可遏，言道：吾本慈悲为怀，哪知这邪灵竟敢如此猖獗。言毕，随二郎火速返回家中，但那妖女已经不见了。道士环视四周，道：幸好还没远离。继而问起，南院可是何人居所？二郎回道：正是在下的居所。道士闻言，神色一沉，那妖孽正藏身于你家。二郎听罢，震惊不已，难以置信。道士又问：今日可有陌生之人登门？二郎如实相告。晨起便去了清帝庙，家中之事实在不得而知，待我回去问个明白。当即回家探问究竟，不久二郎归来，急忙报告，确有此事。清晨一位老妪上门，自愿为仆，料理家务，家妻将其留下，现今仍在屋内。道士点头确认，正是此邪物作怪。随即二人并肩前往南院，一进院门，只见道士手持木剑，稳立中央，一声怒吼如雷霆震响：孽障，还我拂尘来！屋内的老妪闻声，惊恐得面无血色，仓皇夺门欲逃。道士紧追其后，一剑挥下，老妪扑地，人皮裂开，露出内里的恶鬼真身，躺在那像猪般哀嚎着。道士剑光一闪，斩下恶鬼头颅，其身化作青烟缭绕。这时道士掏出葫芦一个，揭开盖子，对准烟雾，但闻嗖嗖风声，眨眼间烟雾悉数被吸入葫芦之中，封了口，放入囊中。大家看那张人皮，眉眼手脚一样不缺。道士将那张人皮卷起，宛如卷轴一般，一并收拾妥当，准备辞行。此时陈氏跪地恳求，望道士能救活王生。道士歉言能力有限，陈氏悲从中来，伏地不起。道士沉思片刻，言道：吾道术浅薄，难以起死回生，不过有一人或许能助你，你去找他，定有办法。陈氏追问：何许人也？道士答曰：市集中有一封盖，常卧于粪堆之中，你去求他，纵使受辱，也勿恼怒。二郎对这封盖亦有所耳闻，于是与陈氏一道前往市集。到了那里，只见一乞丐疯疯癫癫，手舞足蹈，鼻涕拖地，脏兮兮的，让人不敢接近。陈氏屈膝跪行，接近封盖，那封盖笑眯眯的道：美人，可是中意于我？陈氏说明来意，封盖又是一阵狂笑：天下男子皆可为夫，何苦救他？陈氏苦苦哀求，封盖却怒喝：奇哉怪哉，人死求我复生，难道我是阎罗王不成？说着便用木棍敲打陈氏。陈氏咬牙承受，周围人群越聚越多，围得水泄不通。封盖忽而咳出一口痰，满手都是，直送到陈氏嘴边。
吞下它。陈氏面红耳赤，犹豫之间，想起道长的叮嘱，终是闭眼吞咽。那痰滑入喉咙，如同棉絮，咕噜一声，卡在胸口。封盖大笑道：“美人，你这是倾心于我啊！”说罢，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陈氏紧跟其后，进得庙中，封盖却无影无踪，四处寻找也是枉然。陈氏羞愤交加，黯然归家。回到家中，陈氏心痛夫君之死，又羞于吞痰之耻，哭得肝肠寸断，几度想要追随亡夫而去。正当他欲为夫清洗血迹，准备收尸入棺，家里人皆避之不及，不敢近前。陈氏含泪整理，悲伤至极时，突感胸中翻江倒海，那团堵在胸口的东西竟自行冲出，不偏不倚，落入夫君腹中。陈氏惊讶之余，发现腹中竟是一颗跳动的心脏，热气腾腾，如云雾升腾。陈氏又惊又喜，连忙用双手紧紧捂住夫君腹部，稍一放松，热气便从缝隙中溢出，急中生智，扯下布条绑紧，手抚夫体，感觉温度逐渐回升。夜半时分，掀被一瞧，夫君已有了呼吸。待到天明，王生悠悠醒来，似梦初醒，只觉腹中有轻微疼痛，观其旧伤，仅于一枚铜钱大小的疤痕，不久便完全康复，仿佛再世重生一般。那正是世人愚钝，明摆着那是妖魔鬼怪，却因那副好看的皮囊，便当是天仙下凡。更有那糊涂之人，把那真诚劝诫当作无稽之谈；更有甚者，只因贪图那皮相之美，便要承受玩火自焚的后果，连带着家中的贤妻，也得吞下这苦果，哪怕是人家的唾沫，也得含泪咽下。所谓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，可偏偏那些愚钝又痴迷的人，不知觉醒，真是可悲可叹啊！